追风带越千里，眼为这是哪儿啊？先躲起来，观察一下。回去门子！李师兄，任师兄，我们在这儿呀！快，跟我走吧！前方可有黄风谷的弟子。姐，时间紧迫，咱们还是走吧。嗯，走吧。小绿瓶的秘密，可不能让他们知道。接下来还是单独行动吧。向师兄，好戏开场了。灵气果然变得稀薄了。师祖，没想到这融灵符还真有用。此符能将人的灵气连接在一起，就算传送是随机的，也有一半的几率散落在彼此周围。居然落在这儿，看来我们的运气不错。果然，越靠近心地外沿，灵草年份越低。这样，就不用担心与人争夺了。取些幼苗种子，再用小绿瓶催熟就好。金边五叶红。
这么快就死人了？一定要小心，别像他一样。乌龙潭东北角，地势偏僻，以数十丈的潭渊为中心。按照地图标记，紫红花应该生长在附近。好浓的瘴气！寒烟草，这可是制毒的好材料。谁在那儿？出来吧，我看到你了。难道我的隐身符失灵了？出来了，我看到你们了。虚张声势的家伙！哎呀，我的小宝贝儿！寒冰蝉，于师兄，还是你这驱兽粉厉害，一小瓶竟让寒冰蝉乖乖听话。又干掉了一个棋牌高手，这些小家伙们可立了大功。寒冰蝉性情温顺，只要不主动去招惹它，几乎是不会攻击人的。老齐，哎，把寒烟草收了吧。哎，真没必要为了一棵草聪明，就让他们去拿吧。哎呦，我的乖乖，没想到还能在这儿遇到你们。小心点儿，可别中了埋伏。此人的谨慎程度不差，没想到这么快就丢了性命。这两个人就是冲着杀人去的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他们怎么还不走啊？哎，算了，他们不走，寒烟草我走。虽有剧毒，可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。是啊。哎，咱把它储物袋也收了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奇怪了，刚刚还在这儿呢。难道这里还有别人？没找到灵草，储物袋倒是捡了不少。接下来去哪啊？这附近哪有紫红花呀？看来门派发的地图也不完全可靠。向师兄，路滑，慢一点。哈哈哈哈！小老儿只不过是多来了几趟，认识路罢了。哎，到时候遇到灵兽，还得仰仗那二位青年才俊呢。这有何难？这禁地宛如死亡迷宫，认识路才是最重要的。向兄是老马识途啊，我们三人联手，必定稳妥至极。这向师兄怎么和其他门派的弟子在一起啊？韩师弟，没想到竟在此处相遇了。
韩师弟，怎么样啊？和我们一同走吧，大家相互也有个照应。嗯，韩师弟有所不知，这血色禁地的地图，每个门派标记侧重都不一样，所以和各个门派的人互通有无，携手合作才是明智之选。多谢师兄美意，但我实力低微，也是初次来到禁地，只想随意的采些灵草交个差，不敢拖累三位。无妨，无妨。不过韩师弟，你也不必拒绝的这么快嘛，啊？莫非韩师弟有什么志在必得之物？既然此人不识抬举，相兄何必跟他多费口舌？对啊，相兄，让他自生自灭吧。诸位，告辞，告辞。没办法，只能换个方向了。小师兄到了禁地，怎么与平时判若两人？老杜好，哎，老杜好，哎，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？杨明志，哎，咱们要不回去？什么赌了？不赌了。这场战斗关系到咱们7大派往后60年甚至100年的发展，是不是？没毛病吧？所以呢，咱们就赌哪派采的灵草多，谁赢。行了吧？你说的就不成立。那万一一样多呢？哟，对吧？这是个问题啊。那我想想啊，要不这样，咱们就赌啊，那出来的弟子是单数还是双数？滚！潘老头，你赌不赌啊？我才不跟你赌呢！无聊的家伙，真是。哎呀，来嘛！啊！这样，我用2颗血线胶内丹赌你2块铁晶，没占你便宜吧？血线胶内丹。哦。啊？怎么样？行，2块就2块。来，只赌灵草。谁采的灵草多，谁赢。说好了。死人，又是死人。这才第1天，就都按捺不住杀心了。
又隐形，又锋利，还真是绝佳的偷袭武器。谁在那儿？这血色禁地如此凶险，要不等下次开启，准备充分些再去吧。听说了吗？以后这血色禁地要改为60年开放一次，这下要拿了筑基丹，恐怕更加困难了。是啊，可要不突破筑基期，这寿元也就100-200年，再来一个60年，那莫不是要等到老？要不这次咱就去吧，去的话问问表姐，她去咱就去。不用问了，那姓陆的去，表姐肯定也要去。但是这一次改了规则，去的人肯定比以往要多，咱们务必要小心行事，别因为这个丢了性命，那就不值得。好，那快走吧，他们都在这报名呢。走。如果再开，就要等60年。向师兄，不是说这个报名血色禁地的在这集合吗？咱俩来，会不会通知错了呀？你们都在等谁呢？我在这儿呢。师祖。拜见师祖。来的人还挺多。哎，你们都做好送死的准备了吗？啊？不是我吓唬你们啊！我们黄风谷弟子数千，筑基的有多少知道吗？不过100人。知道是为什么吗？因为筑基丹稀少。不光如此，还因为炼气筑基虽然只差1阶，但是境界却相隔10万8千里。所以啊，有很多人都会像你们一样，都想进禁地碰碰运气，结果呢，白白丢了性命。别说筑基了，连活下来都是奢望。所以啊，若是你们没有拿出必死的决心，老夫奉劝你们赶紧回去啊，以免你们的仙途到此为止。那当然了，若是听到老夫的话，你们依然有决心，可以站住。我看看都有谁。快点。嗯。哎，你们这13个人是不是已经听到禁地再开要等60年的消息啊？啊？可以呀，挺聪明。咱们黄风谷此次进禁地有15个名额，现在还有2个。我，哎呦，这么大岁数能行吗？我可不想再等60年呢。可以理解啊，那还差1个名额。这样吧，我数3个数，1，嚯，会抢跑了。你一个炼气11层的也敢去送死啊？禀师祖，弟子资质差，没那么多时间等60年，望师祖成全。不错，
有个性，我喜欢，啊，就是资质差了点啊。行了，你们这些人回去吧，啊。师叔，我也不要去。早干什么了？先回去啊！想去，等60年之后那波。 60年后我都120岁了，师祖。再给个机会吧，师祖。师祖。后面还有考核和训练呢，啊，万一哪个淘汰了，你们就有机会补上嘛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啊，快去。我们好幸运。嘿嘿，听听，不容易呀。哦。勇气乃万世之始啊！恭喜你们，恭喜你们过了老夫的第一关。谢谢师傅。血色禁地不只是一场寻宝之旅，更是一场关系着我黄风谷在七派中的地位，足以左右门派未来的战斗。为了能让你们都能活着回来，我要好好的训练你们。此行万分凶险，现在打退堂鼓还来得及，以免在禁地内断送了性命。禁地内天气恶劣，变化无常，还有各种崎岖的地貌。 不少人在进入禁地之初，便被这恶劣的天气折磨致死。你们要记住这几种药材：地髓枝、紫侯花，还有天灵果。这些都是筑基丹所需要的重要的药材。禁地里会有各种妖兽出没，想要顺利取药，就得先过他们这里。 要是打不过，可就成了他们的腹中餐了。禁地中的各派弟子大体分为3类。第一类，实力较弱的，就像你们其中的有一些人，要么是被逼而来，要么就是心怀侥幸。这样的弟子，往往活不过第一天。第二类人，修为虽然不弱，但也算不上顶尖高手，其中不乏有一些投机取巧之辈，不去好好采集灵草。 反而还想利用杀人夺宝的手段牟利。但是到了第3日，第2类人中的佼佼者，便会在禁地中自动的销声匿迹，不再现身。这时，便轮到第3类人了。师祖，第3类人是？第3类人是懂得保存实力、隐藏实力的那些家伙，终于出手，各显。 神通，师祖，那您说了这么多，到底哪类人活下来的最多呀？自然是第3类真正的高手。错，是第1类。啊，第一类人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能进禁地的哪一个不是身怀绝技啊？但若是不够谨慎，再厉害的人，也只有身死道消的下场。而那些实力最弱的呢？ 因为早早认清了现实，反而能够成为最容易全身而退的人。藏巧于拙，用晦而明。没想到，当初莫大夫教我的一切，在修仙界依旧适用。碾压花道物，碾压上过灵兽山，巨剑门，横扫巨剑门。好了，经人可嘉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活着回来最重要。 是。岳阳宝珠是本门先辈为禁地之行所制，它不仅可以绽放奇光，还可以克制各种迷雾毒障。血色试炼中啊，有一个宝物，叫岳阳宝珠，光如日月。就是因为它在血色禁地中太过好用。 被其他6派集体声讨，我们偃月宗不得不将宝物献出，成为7派共有之物。禁地之行后，原执掌宝珠的一派就要交出此物，只是今年又回到了我派手中。7派约定，只有在第4天才能打开岳阳宝珠。那师祖，是不是到了第4天，采集灵草就更方便了？ 恰恰相反，岳阳宝珠未出现的时候，你们暂时是安全的。当岳阳宝珠一出现，你们就要注意躲藏了。
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出现就是杀戮的信号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是花了3天，结果什么灵草都没采集到的人，在剩余的有限时间里，你会做什么？杀人夺宝。现在我要将岳阳宝珠交给你们其中一个人，燕如烟。弟子定不辱使命。近来身体如何？有没有再发生晕倒的情况？多谢师父关心，如烟好多了。自从入宗门之后，心口救急就再也没有犯过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大意。我找了些古籍，想要根治你的病，需要找一位按灵根修士，阴阳调和。多谢师父关心。如烟现在一门心思只想修行，还不想婚姻之事。师父让我留下是有正事吧？此次血色禁地让你带队，把岳阳宝珠托付给你，是有件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去办。什么事？这趟禁地之行，免不了要与人斗法，还是买点趁手的法器。在下望宇，是万宝楼的掌柜。在下李飞宇，一介散修，想寻些法器傍身，不拘价格。厉公子利落呀，里边请，几乎上好的碧云茶。是。不用了，我呢也不是来喝茶的。你这要没有好东西，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厉公子留步。金夫子母刃一套，母刃一把，子刃8把。这可是以精铁、精金为原料，由炼器大师3天3夜炼制而成。只要手持母刃，就可以同时控制8把子刃攻击敌人。敌人不是防不胜防，而是疯了，哎，拦不住。玄铁飞天盾，罕见的防御性法器，用大块寒阴之地的玄铁精炼而成，不但坚不可摧，一经施法驱动，就可围绕四周，自动防御。哎呀，我厉害的厉公子的到底是经历了什么呀？全是大世面吗？好吧。不装了，给你看看我最喜欢的宝贝——天雷子，截取天地雷电后凝练而成。即使是筑基期的修士，正面对抗，也会灰飞烟灭。哇，是，说没就没有。宝贝珍贵，但这个价格，也不知道厉公子什么实力。黄敬之啊，黄敬之不值钱，不闹呢。上百年的黄敬之也值不了几个钱啊！你再闻闻。500年，500年，500年，500年可以。这些不够，把你们这最好的拿出来。假人民币呢？金光砖福宝，本殿的镇店之宝。
这还是结丹期的修士才能练得出来的啊。虽然启动的时候稍稍的有一些慢，但它绝对不是俗物。说吧，李公子，想换哪一件宝贝啊？我全都要。嗯。啊。厉公子果然是阔绰，但厉公子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是，药草很珍贵，但是想抵我这些宝贝，差点意思。谁说我这500年灵草啊？亲王，简单，成交吧。都给你了，桌子、葫芦、那茶具全拿走。所见极美好，也许这也是一种修行吧。啊，这个百药园真好啊，我喜欢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好像不是很开心哦。哎，开心点。马师伯，今天找到多少株啊？要是只算表面，是7123株；要是算上在地下生长的玉龙根，总数是7177株。不对哦，我数了2遍的，肯定没错。7182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还有5株在我手里。哎，算你过关，拿着。勉强算你合格了。谢马师伯。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吗？马师伯，我之前种过药草的，请马师伯放心。你在这里等下。别瞎看。好嘞，过来呀！以前曾经跟你讲过，如果药草中邪了，你是要赔的。那你是不是准备了一个赔偿计划？弟子一定尽力。那好，有什么事就记下来。好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闭关了。你可暂居此处啊，方便打理药园。我一季之后呢，回来找你。到时丰收了，应该给你的零食是不会少的，好不好？马师伯尽管放心。那还有啊，千万不要打扰我啊！叶师叔，叶师叔，这老婆死的一大早去哪儿了？平日不见踪影，原来一直在鼓捣傀儡呢。看来他对傀儡术还真是颇有研究啊。这大家伙那么厉害，我要跟他打起来，肯定打不过他。
老不死的东西！来这么早，不会是来抢新任务的吧？师叔，我听说您已经帮我拿到了筑基丹，弟子特来感谢。谢什么呀？谁让我这个老不死的答应你这个小不死的了？那师叔打算何时将筑基丹给我呀？不着急，等着呗。哎呀，这来领任务的弟子马上就要到了，你要是不怕事情败露，你就在这儿等我，等他们走了，我一定给你个答复。来，领任务的都进来。哎，叶师叔早。早。喜欢什么任务自己挑吧。哇，哎，哪个不知好歹的接了百妖园的任务？哎，他难道是不知道马师伯的脾气，还是不知道这些药草的厉害？还能是谁啊？谁啊？那个升仙令呗。没想到还真是他。那他完了，这百药园啊，就是他在黄风谷的最后一站。这百药园和神州谷也没什么区别嘛，就是大了点，没问题。浇根不浇念，要晒满4个时辰的太阳。照顾这些花花草草，比跟那些尔虞我诈的人混在一起舒心多了。啊，阳光真好啊！你们就多吃多长，多开花结果，寒力赚灵石的大计，就都靠你们了。
这样。本来你接了百药园的任务，我还担心你是被那老叶哄骗。现在看来啊，哎呀，你不仅医术了得啊，你这种植灵草也很有一套。不错。吴师叔，弟子也是现学现卖，一切还是仰赖吴师叔您的信任。看来上次教你的传音术已经都掌握了。我走了。哎，还没完呢。还有啊，来。舒服，就是这儿。说说吧，这次想换些什么功法啊？都想。弟子天资差，入门的时间晚，想学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好了。好。那今天就教你这个法术，看好了。这叫冰冻术。这叫流沙诀。可千万不要小瞧这两个法术，如果大神通之人来施展，能化千里良田为沙漠，凝长江大河为冰川。来，你试试。第一次这就不错了，不要着急。法术威力的大小，本来就是要看施法者能力的深浅和熟练程度而定。你灵根虽差，但贵在勤勉，假以时日，定会有所成的。谢师叔。我走了。我这个下次什么时候再来？师叔常来。好。功法还要勤加练习啊！你小弟可以啊，把整个药园打理得很好。哎，全靠您的打理心得。我不过是依葫芦画瓢，再加上天空作美，才能侥幸有一点成果。师伯，您种草药这么有一手，想必对炼丹的事儿也很了解吧？胡说八道！弟子唐突。只是我看到那茅屋的墙上，每到晚上便会发出荧光。弟子猜想，应该是炼丹时丹砂蒸腾所留下的痕迹，才敢有此一问。你还有这样的心机去研究这里的东西？哎，看来活还是太轻松喽。师伯，可否给弟子几张丹方？实不相瞒，我也想试试自己炼丹。你呀，真的是想歪了。这些丹方呢，是我研究了10几年的成果，怎么可能随便的给你呢？原始丹方也行，我自己揣摩。
啊，验马归验马，幼园的考核顺利通过了。不过幼园之难不在一时，我在坚持。以后我会每半年来一次，你好好守住幼园，干好了，零食就够你去买任何的单方了。谢师部。哎，你若真是想找单方呢，就准备好零食，去趟陆山店找总管说是我老马介绍的。哎，就要告诉别人了。谢师伯指点。梦里有梦的碎片，鲜血落在水中天。此去经年，步履流连，风景又浮现，难忘记，不如怀念。总说往事都如烟，回首荒唐不忍言。喧嚣红尘，寂寞书卷。